1、2、3，当当。vivo X200 Ultra 用了一段时间，今天的视频和大家聊聊这款手机的真实世界5大场景，相比 Pro 有哪些提升，对比 iPhone 孰优孰劣，以及日常使用中有哪些小技巧，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环节。5大场景分别是街拍、暗光、演唱会、体育赛事和人像。我们先说街拍。X200 Ultra 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它的主镜头焦段从传统的23毫米变成了现在的35毫米。35毫米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焦段。大受欢迎的富士 X100 系列采用的就是35毫米的定焦镜头。我人生中第一颗单独购买的镜头也是一个索尼35毫米的镜头。35毫米它能够捕捉场景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画面视野呢不会像23毫米那么广，更接近人眼双眼的视野。拍摄距离呢要更近，一颗小巧的35毫米镜头是很多摄影爱好者日常街拍的首选。那么为了配合街拍这个概念 ，vivo 也带来了极其接近富士相机色彩的负偏胶片风格。只需要进入街拍模式，选择了负偏，这就是富士胶片色彩了。负偏色彩对于橙红色和绿色的表现能力特别强，特别日系风格。如果你的视野中出现红色和绿色的场景，绝对是随手就能拍出好照片。色彩的风格化和色彩的真实还原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后者是还原人眼看到的那个真实瞬间，而前者呢，则是像艺术家一样进行再创作，增加对世界的感受。那么接近富士的胶片色彩，加上和富士 X100 系列完全相同的35毫米焦段，再加上手机领域顶级的索尼光域传感器，如果你们有14000的预算去买一台富士 X100，那么X200 Ultra 可能就是那个最接近的手机平替了。要知道，富士 X100 它还是一个定焦镜头啊，固定在35毫米，而 vivo 还可以变焦呢，对不对？对于远远的场景，使用长焦拍摄一个小加菲猫，也不用担心它挠你。在这里，35毫米镜头呢有3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点。第一个其实是使用习惯，因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23毫米作为1倍变焦了，现在突然来了一个35毫米，相当于手机的整个镜头倍数体系全变了。那么为了兼顾老用户的使用习惯 ，vivo 在变焦设置中呢，你可以选择毫米焦段，也可以选择倍数。其中倍数选择中呢，还很贴心的给了2个方案，一套是镜头的真实焦段，另一套呢则是按照用户传统习惯把23毫米作为1倍焦段的比例，然后主镜头变成1.5倍。我个人日常使用的这一段时间吧，还是喜欢把默认设置为1.5倍啊，因为我同时使用几款手机，这个倍数统一之后呢，日常拍摄会更加方便。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呢，则是这个镜头突出啊，握持舒适度上它要弱于同系的哥仨，所以建议大家买之前先去线下感受一下。第3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则是主镜头拍摄视频的时候，它的视野会比 X200 Pro 明显更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 iPhone 主镜头24毫米的画面视野，而 X200 Ultra 它的主镜头视野呢，则是这么大啊，就是和 iPhone 它主镜头2倍裁切的视野其实已经很接近了。不同焦段啊，其实没有孰优孰劣，但是很多用户还是有非常强的需求，就是在室内拍摄视频的。那如果主镜头视野太窄，室内拍摄视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vivo 给出的答案是给超广角镜头配备了一个和主镜头一样大的传感器，一枚1:1.28英寸超大的传感器，而且注意啊，这不是普通的传感器，这也是索尼光域。虽然它是一个1:1.28，但是进光量要超越了传统的1英寸传感器。拍吧，尽情的释放你在室内拍摄视频的热情。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真实世界中的至暗时刻。在正式进入黑暗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颗超广角它的基本情况啊。这是一枚14毫米等效焦距的镜头，理论视野呢是和 iPhone 13毫米很接近的。但是今年 vivo 为了实现3颗镜头的超强防抖，它的算法裁切是比较狠的，所以大家日常拍摄的话，默认视野是这么大。当然了，用户可以手动在2种视野中进行切换。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如果选择增大视野，走路起来防抖还行啊，但是跑动起来的话，它确实没有默认视野防抖那么稳。我们现在往前走一段来感受一下。默认防抖之下，真的就跟自带云台一样啊，这一点非常非常强。然后我们现在跑起来，看一下这辆款在跑动的时候啊，大家注意这个位置，我的手摇了一下，对不对？左侧增大视野是能够看出这个抖动的，但右边默认拍摄完全平稳顺滑。
真的就像自拍云台一样。室内的这种视野上 ，iPhone 还是更合适的。但是 vivo 这次搞了一个超大传感器嘛，它带来了暗光下惊人的画质表现。大家看这段暗光视频，看一下地面砖石的纹理还原。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右两款手机的防抖表现。vivo 真的就是自带稳定云台。那么我们现在有了一颗和主镜头一样大的传感器，有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又有了一个非常强悍的防抖。接下来，当你面对一些比较极致的场景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好的发挥了。比如说，很多用户去游乐场特别喜欢录制视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北京环球影城的《侏罗纪大冒险》？它那个场景是为了营造紧张的氛围啊，它采用了那种漆黑的布景，光线非常暗，配合上恐龙的咆哮，就特别刺激。那么接下来真实世界测试，我带着 vivo X200 Pro 和 X200 Ultra 给大家实际测试一下，看看 Ultra 和 Pro 它们的表现差距有多大。如果我们仔细对比的话 ，Ultra 因为它加了防抖算法嘛，所以说默认视野还是要比 Pro 更窄一些的。大家看这个纯黑的场景 ，Pro 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画面了，而 Ultra 还能够捕捉到栏杆上的光。先生们，由于天气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取消您本次的侏罗纪世界之旅。检测到恐龙接近纯黑的画面表现 ，Ultra 细节要多了非常的多。这个位置大家看背景那个树木树丛的细节还原，这里大家再注意一下极暗光环境下的捕捉能力。甲龙这一段大家注意一下防抖啊，就是在这个环节中，左侧的 Pro 出现了明显的抖动，而右侧的 Ultra 非常稳定。对象甲龙，威胁等级低，过境警告。系统错误。电影中终极对决的场景，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右上角霸王龙的这个字样。Ultra 因为它本身具有更强的防抖能力和感光能力，画面文字内容始终非常清晰。这就是 Ultra 和 Pro 在真实世界中测试对比，超广角加上光域大底传感器加上强悍的防抖，三者结合在一起，才有了这段视频的表现。那么熟完超广角的暗光视频，我们丝滑的进入第3个真实世界测试——演唱会。和刚才超广角测试不同啊，演唱会这个场景其实更考验中长焦了，对不对？挑战舞台多变灯光所带来的色温变化、曝光变化。座位的话呢，我这次坐的是剧场中间中后排最靠边的位置啊，算不上一个好位置，对不对？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X200 Pro 和 Ultra 的差别。在视频表现上 ，Ultra 主镜头这次改到35毫米之后，拍摄全场景画面细节更加丰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龙的细节，再看一下小姐姐身上铠甲的细节。我再次强调啊，我是在剧场的中后区拍摄的。而在曝光策略上，舞台背景明暗之间出现快速变化的时候 ，Ultra 对于人脸曝光的速度也要比 Pro 更快、更准。比如说这一段 ，Pro 就明显反应慢了，对不对？所以它出现了面部的过曝。但是呢，如果我切换到长焦镜头，那么两者表现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想带着这台机器去拍摄演唱会，只是长焦对着歌手演员拍摄，那么两者差别不大。但如果你想拍到一个全景舞台 ，Ultra 会是那个更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再来对比看看视频大魔王 iPhone 16 Pro。需要说明 ，iPhone 呢它是5倍的长焦，所以说焦段上望远要更具有优势。但是 vivo 它长焦是大底呀，用进光量去战斗。经过我的实测 ，iPhone 呢噪点更多一些 ，vivo 呢涂抹感更多一些，噪点更少一些。曝光策略上 ，iPhone 细节处理得更好，比如说这个暗光场景中高光打在人物上的时候 ，X200 Ultra 这时候出现了过曝，这个我估计后续软件优化应该可以解决。vivo 的色彩相比之下更鲜艳好看 ，iPhone 的色彩呢其实也很好，但是相比 vivo 它会更平实一些。如果我们把镜头放大到10倍变焦，这个时候 vivo 它的曝光准确性就很高了。10倍焦段对比之下呢 ，vivo 会带一点点美颜，细节上呢 iPhone 还是噪点更多。这还只是第一个舞台测试场景啊，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到西安骊山的山脚下，在大雨中一起看一场长恨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清晰度，然后再看一下我坐的位置，我坐在这里呀。这个位置要比刚才剧场舞台剧的位置远得多得多得多。Ultra 这颗长焦，它的视频能力真的是出乎预期的强悍。我必须要说 ，X200 Ultra 拍摄舞台的这个色彩非常非常好，就是那种
色彩喷薄而出的感觉。我即使从长恒哥的现场回到家里这么多天，我依然都不敢相信这是我坐在那么远的位置用一台手机所拍摄出的画面。再来对比一下 iPhone 这个场景 ，iPhone 遭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舞台 LED 灯的频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同时使用长焦镜头去拍摄 ，vivo 它的色彩鲜艳明亮啊，色彩这个倒是其次。iPhone 它这个真的是会闪烁，哎呀，闪得我的眼睛都晕了。演唱会啊，我相信大家已经使用 vivo 手机看过很多测试了，也一定有很多体育迷想看看 vivo 这款手机，比如说用来拍体育赛事表现如何。那么再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真实世界的第4个测试场景 CBA 篮球总决赛啊，北京对浙江。我坐在第14排这样一个位置，也不算是山顶吧，也不算是场边，应该算是一个山腰的位置。这个距离整体来说还是挺远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3.7倍所拍摄的视频画面，这是10倍所拍摄的视频画面，这是完全只凭借手机所拍摄的画面，没有外接任何的设备，它也不是什么任何的专业模式，只要你跟我用的同一款手机，你坐在这个位置，完全能跟我拍出一样的视频效果。这个清晰度大家觉得怎么样？再给大家看一下到节间暂停，然后我这个位置正好是浙江队的替补席，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浙江队的主教练王博，我放大再放大，从我这个位置直接能够看到战术板上的内容。北京队当天就是没早联系我呀，要不然浙江队这些战术全被看光光了。那么既然是体育比赛，我们当然也要来看一看 4K 120帧的表现，这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场景，对不对 ？X200 Ultra 3颗镜头都支持 4K 120帧视频拍摄。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最适合体育比赛的长焦 4K 120帧。北京队今日5加球第5球，所罗门双手暴扣，气贯长虹。因为是4K 的嘛，我放大到260%，依然很清晰。另外，大家觉不觉得 vivo 这个视频色彩看起来特别的舒服，就特别像央视转播的那个比赛画面的颜色？我当时在现场拍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我拿手机其实也能够实现现场比赛直播呀。既然来到了运动场景，我们当然要试一试抓拍，像体育赛场这种高速运动的场景啊，如果我们直接用手机的默认模式拍摄，就是这样的效果，就是动作会有模糊，看不清细节。但是当我打开运动模式，也就是抓拍模式，再拍摄，就是这样的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色彩，这个细节，这是用手机直接所拍摄出来的。我觉得对于很多体育爱好者来说，也能够捕捉到最关键的那个瞬间。如果在抓拍模式下按住快门按键，则开启连拍，就是每一个瞬间都能够清晰捕捉。周琦在篮下一个勾手打板投篮的每一帧画面都能够完美记录啊，就是没进。那么当视频进行到这里，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了。这次 vivo 给 X200 Ultra 专门定制的一个蔡司增距镜头，也就是说拧上这颗镜头之后，长焦从85毫米直接变成了200毫米的镜头。200毫米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日常使用的相机200毫米镜头。你说这玩意儿带到球场，你还愿意拿出来拍照吗？但是 vivo 现在这颗镜头只有这么大，它是纯金属的，质感非常好，虽然说重量也不轻，但是加上手机加上相机手柄，它整体的重量还是要比相机加上一颗200毫米的镜头要轻了很多的。拧上镜头之后，大家注意啊，如果这时候我们直接切换到长焦，那么这个视野是反着的，而且超级抖。毕竟大家注意，这是一个200毫米的镜头，就是你的小手每一次轻微的抖动，在200毫米下就会被放大到极其夸张。但是当我开启 vivo 自带的增距镜模式之后， vivo 防抖算法立功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手持200毫米镜头的防抖，没有任何外接的辅助，这是400毫米下手持防抖的效果。800毫米手持，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 CBA 电视转播，我上我也行。需要说明的是，这颗镜头它的焦段覆盖是200到1600毫米，它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当你使用上这颗镜头，就没有80到200毫米之间这个焦段了，所以我认为它更适合那些位置比较远的用户，就是它能够获得光学画质的清晰观感。但如果你本身就是内场，或者本身你是那种酒吧的演唱会，距离比较近，那么可能对于这枚增距镜的需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另外，开启增距镜的状态下呢，也不能使用抓拍，也没有舞台模式，所以我认为啊，它更适合录像啊，相比于拍照来说。那么这枚镜头的望远极限大概是多少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呢是坐在首都体育馆东南方向东南位置。现在我打算去拍一下这个体育馆内距离我最远的西北对角线那个山顶区域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默认200毫米，我现在调到800毫米，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这几个大哥还笑风生呢。这
大概就是这颗增距镜的极限效果了，这赶上狙击镜了已经。最后，关于这颗增距镜啊，我有2个想说的点。第一个就是谁适合买它？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用户来说，其实是不需要买，因为首先 X200 Ultra 它的长焦很强了。第二个就是200到800毫米这个焦段，日常使用的频率应该不会特别的高，它适合那些比较高频率去参加演唱会的观众。就是说，虽然演唱会位置和 idol 距离远远的，但是一颗镜头把我们心的距离拉得近近的啊，就是这样一个感受。第二个点呢，就是我认为这颗镜头其实特别适合做租赁，平时你用 X200 Ultra 自带的镜头拍摄完全够用。然后如果你要去演唱会，你就租一个晚上。你想演唱会假设1周1场的话，1年一个镜头就可以满足52个用户，这个利用率明显会更高一些。今天视频的第5个真实场景，也是最后一个真实场景，自然我们来聊一聊人像。人像我们先说拍照吧。这次 vivo 它重构了人像算法，我们直接对比现在另外2款 Ultra 小米 Ultra 和 OPPO Ultra。vivo 这次它的皮肤质感，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区说一说，你觉得这3张照片哪一张是你最喜欢的？另外这一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就是在人像模式下的发丝细节vivo 这次真的是下了大功夫了。之前他们的发丝细节表现一直不好，这一次应该是能够真实的还原出就像单反相机一样所拍摄出的这种头发表现了。再接下来说一下人像视频vivo 这次人像视频它一个最大的优势依然是色彩和美颜。美颜这个环节，我相信对于很多用户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注意如果你只开启美颜算法的话，拍摄人像视频的时候是不能背景虚化的，只有降低面部算法到素颜这是 vivo 提出的一个概念，才能够实现背景虚化。这个背景虚化等级其实要比 iPhone 弱一些，能看出来吧？也要比我实际测试 X200 Pro 要弱一些。我推测可能是为了兼顾美颜算法，所以说降低了这种虚化的效果。那么人像视频中对于主角的这种对焦追踪，我测试了多人同框，加上主角跳舞，再加上前后转身这种地狱级别的难度测试， vivo 的表现和 iPhone 基本接近。这个场景目前安卓也就 vivo 在发力，它属于一个独占的场景，所以说大家感受一下它和 iPhone 的对比就好了。整体上来说是很强的。以上这些就是真实世界的5大场景测试，不知道是否解决了你想了解的场景表现。那最后我再快速说一下 X200 Ultra 影像上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个不足，就是 vivo 想要的太多了，哪个都想要，哪个都不想舍弃，所以在操作界面上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选择。比如说同一个镜头录制视频有3种不同的视野，增大、正常以及运动模式。在人像录像视频中会存在美颜加上无背景虚化，素颜加上有背景虚化。注意素颜是轻美颜，不是无美颜，以及无美颜加上背景虚化这3个选择。而在焦段的定位上，你会发现在抓拍中它是这样一组倍数，在风光焦段中呢则是这样一组倍数，人像中呢又是这样一组倍数。 vivo 太知道不同模式下哪个焦段是最经典的了，所以说它一个都不舍得放弃。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就需要把我这个视频反复组织学习，领会精神，才能够理解这样设定的缘由。我在使用 vivo X200 Ultra 这段时间，我的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vivo 对于影像旗舰的定位，从之前的更强、更强、更强，变成了现在针对性的场景优化。对于人像的录像有哪些适配？对于体育比赛又有哪些提升？对于演唱会又有哪些优化？在场景中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变强，这样。当用户想到暗光超广角拍摄视频vivo 那个比较厉害，对不对？拍摄恐龙。想到安卓拍人像视频 ，vivo 玩法是最丰富的。想到演唱会去拍摄你的 idol，它有一个单独的外接镜头。不是那个是，那可能是 vivo 还是什么的手机，然后带了一个摄影套件。我看一眼那个摄影套件真的非常清晰，哇，超级清晰。不再执念于简单粗暴的跑分、刷榜。把手机影像放回到场景当中，回归到用户的手中，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是有场景、有画面、有记忆、有温度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给准备购买这款手机或者已经在使用这款手机的用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